嗨，大家好。咱们平时总说要多吃蔬菜，对吧？但你有没有纠结过一个问题？这些菜到底是生着吃好呢，还是做熟了吃更有营养？今天啊，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关于生食和熟食的老话题，看看一个古老的故事是怎么给咱们现代人答案的。你看，问题就来了，熟食还是生食，到底哪个更有营养？这个问题呀，听起来简单，但其实争议还真不小。想要找到答案呢，咱们得把时间往回倒，从一个特别古老的故事开始说起。好，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，就是关于一位国王怎么学到谦卑这一课的。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圣经里那位大名鼎鼎、曾经非常强大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。当时啊，先知但以理在给这位国王解梦的时候，说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预言。你看，圣经但以理书第4章24到25节是这么说的：你必被赶出，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且要经过7期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预言，这预示着国王即将面临的命运，是一个来自至高者的命令。你猜怎么着？1年之后，这个预言真的应验了。尼布甲尼撒王就真的被赶出了他的王宫，跟野兽住在一起，像牛一样吃草，身体呢还被天上的露水打湿。你想想那样的场景，而这样的生活他整整过了7年。但最奇妙的是什么呢？是7年时间一到，尼布甲尼撒不仅神志清醒了，恢复了正常，连他的王位都重新回到了他手中。哇，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了，这种纯粹的、完全自然的生食，到底里头藏着什么样的力量呢？好，咱们把视线从古代拉回到近代，有一个叫安·威格莫尔的女士，她的人生旅程可以说就是对这个古老故事的一次现代重新发现。她也从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里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。我们来看一看安·威格莫尔5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那时候啊，他的健康状况可以说非常糟糕。你看，他不仅有关节炎、偏头痛，甚至还得了直肠癌，整个人身体特别虚弱，头发呢也已经全都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给了他巨大的启发，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。像新鲜的青草啊、蔬菜水果啊，还有各种芽菜这些东西，是不是真的能激发咱们身体细胞的自愈能力呢？于是他就开始了深入的研究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咱们再看看81岁的安，他的身体真的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变化。之前说的那些病全都消失了，更神奇的是，他的白头发竟然又变回了黑色，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。后来呢，他就完全采纳了生食的饮食方式，还创立了那个很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健康协会，把自己的这些发现分享给了全世界。听到这里，你肯定会问，这生食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其实关键就在一个词上，那就是酵素。生食和熟食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酵素的活性上。你看，食物里的酵素只要加热到50摄氏度以上，它的活性就开始下降了。要是温度超过70度，那酵素基本上就被完全破坏掉了。所以啊，咱们可以说，烹饪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个破坏酵素的过程。当然了，咱们身体自己也能分泌酵素，但是这个过程啊，特别消耗我们自身的能量。所以呢，就有些生食的倡导者认为，如果我们能直接从食物里就获得有活性的酵素，那就能为我们自己节约下来大量的能量。他们甚至提出了一个观点，就是说生食里蕴含的生命能量可能高达熟食的5倍。理论说完了，咱们再来看看一些真实世界里的结果，听听更多关于自然疗愈的故事，看看在现实生活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些生食疗法的支持者们呢，分享了好多特别惊人的例子。比如说，有个长期便秘的小孩，在尝试生食之后，才2个星期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还有一位老人被皮肤病困扰了5年，结果生食2个月之后，皮肤也好了很多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一位70岁的糖尿病患者，在开始生食之后，仅仅1个月就停掉了所有的胰岛素。听到这些，我们就不禁要反思一下了。我们现代人推崇的这些饮食观念，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？
这是人的智慧还是自然本身的设计更好呢？现在我们打开手机或者看电视，经常能看到各种专家设计的饮食金字塔。哇，看起来特别科学，条条框框的，还挺复杂。但是啊，有句古老的智慧说得好，在人看为智慧的，在神看是愚拙。咱们就得问问自己啦，这些看起来很复杂的饮食理论，难道真的会比大自然本身的设计要更高明吗？咱们来对比一下就更清楚了。你看那些人为加工的食品，往往就是高糖、高脂、高盐的组合，它们可能是满足了我们的口味，但代价呢，是牺牲了营养的均衡。反过来看天然的食物，它能给我们身体需要的一切，均衡的蛋白质、纤维素、维生素，当然还有咱们前面说的至关重要的活性酵素。这就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营养在于均衡，而不仅是口味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前进的道路在哪里？其实啊，原则可能非常简单。这里呢，就引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，叫做本能营养学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比如说鹿，它平时是吃草的，对吧？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，比如环境里的酸雨让草也变酸了，它们就会本能的去找骨头来啃，就是为了中和体内的酸性。其实我们人也一样，有时候身体里缺了某种营养，就会莫名其妙的特别想吃某一种蔬菜或者水果，这就是身体的本能。所以啊，你看，关键也许并不在于要去遵守一套多么死板的规则，而是要记住两大关键。第一个是基本原则，那就是节制；第二个呢是一个大方向，那就是生食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你从此只能是生的东西了，而是在提醒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饮食里有意识的去增加生食的比例。